大家好，我是火箭叔，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与有荣焉我和伟大祖国的高光时刻活动。建党100年的祖国呢，有很多的高光时刻，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火箭了。走进天津火箭制造公司总装车间的那一瞬间啊，我就被震撼到了。一是因为只有近距离的站在长征5号的旁边，当呼出的热气都能在其表面形成一块薄雾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感受到5米直径究竟有多么的庞大。二是因为火箭的组装呢，完全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机械臂，有的只是手臂。三三两两穿戴全套防护服的工人们呢，站在火箭燃料箱的上面、后面，拧着螺丝，装着管线，讨论着图纸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配说明。这个跟我们大学里面的创客空间好像没什么本质区别嘛，完全就没有火箭应该给人的科技感和神秘感了。所以是失望的情绪有点震撼到我了。但2天之后啊，我就彻底不这么想了。今天呢，我就通过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火箭制造水平的真实感受。上个世纪50、60年代啊，美国都已经能够把人类送上太空了，但我们的工业基础呢，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23位2弹1星元勋为代表的第一代航天人，毅然地投入到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去，硬是从零开始劈出了一条通天大道。我在火箭院里面问了专家这样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咱们的运载火箭都要叫做长征呢？他想了一下说，因为造火箭这事儿对咱们的航天人来说，可不就是长征吗？它既代表了这个事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漫长的事，也代表了走这一趟的人所不得不拥有的坚强意志与百折不挠。60多年过去了，长征依然还在继续，但是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从1970年4月24日的长征1号成功发射开始，我们的长征系列火箭也逐渐扩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发射能力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轨道类型了。长征1号系列已经退役，长征2号系列主要是面向近地轨道的载人和卫星任务的，尤其是成功执行了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实验室发射任务的长2F 了，绝对算是载人工程的功勋火箭了。长征3号系列呢，主要是面向高轨卫星任务，是建设北斗系统和实施嫦娥探月的工程。长征4号主要是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拥有比长2系列更大的近地轨道运力。长征5号还用说吗？直径5米的大火箭是大载荷空间站去升空的首选。长征6号是新一代的环保型火箭。长征7号是环保型改款的长2F， 中国空间站建设的顶梁柱。长征8号是新一代的中型液体火箭，长征11号可以快速响应、灵活机动，实现不受发射场限制的低轨商业卫星的发射。当然，未来还会有长征9号、长征 N 号等等火箭的诞生，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添砖加瓦。但是这也让我心里面的反差呢就更明显了。发展了60年，怎么还在上手工呢？我虽然没有亲自去过汽车的生产线，但是也看过很多画面和报道感觉里面的自动化程度是很高的。联想到前段时间我刚好去参观过的一家棉纺厂，其中也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设备了，人的角色更多是巡视和监督，符合我们对现代工业的一贯认识嘛。火箭也是现代工业而且还是现代工业中离未来最近的工业之一。为什么还停留在手工阶段呢？是只有我们的火箭生产用手工，还是大家都是呢？ SpaceX 的火箭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基本上在车间里面抓到一个人就会跟他聊一聊，然后就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中国的火箭制造其实还没有进入到产品化的阶段虽然我们有长征5号、长征5号 B、长征7号等等这些系列的火箭，但它们是产品吗？不是嘛。只有能够大规模生产并且生产出来的每一个都基本无差异的才叫产品。而我们再来看火箭上次发射的长征5号和这次发射的长征5号，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同一款长征5号。当然，下一枚也是如此。因为每一次，虽然在普通人的眼里面发射无疑是成功的，但表面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很多问题的。有的是隐患，只是很幸运的没有暴露出来；有的是低效，显然应该被更好的设计所替代掉；有的呢是冗余，明明可以把它给剪掉。等等这些所以每一次长征火箭在发射完之后呢，任务团队都会仔细的去回溯复盘，以便在下一枚火箭设计和制造的时候进行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就必然会带来一些安装布局方面的变化，舰载仪器设备的增减等等。外观看上去还是咱们可爱的胖五，但是心却已经是升了级的。
另一个呢是由于每一次的任务目标都是不同的，比如这次是送天河号核心舱上去，下次呢是送梦天实验舱上去。尽管都是用长5B，但也会对火箭的设计安装进行微调，以便最优化的执行这次任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目前我们的火箭每一枚都是定制的，如同一件量体裁衣的西装一样，并不适合采用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因为这样既生产不出来，还会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嘛。所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咱们可以分2个方面来看啊。不能自动化生产的火箭虽然在效率上显得不高，但是却能够在创新上持续精进迭代，靠技术娴熟的人来找到最优解，并且呢，有效地降低此过程当中的资金投入。我把这个总结为微创新。尽管我们觉得像是手机从诺基亚到苹果那样的创新才叫做创新，但实际上很多隐藏在表面下的我们看不到的创新呢，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像我们2枚长5相同外壳下不同的线束布置一样。但是反过来啊，这种太依赖人而不是机器的操作方式，一是很难避免人的惰性和麻痹在其中起到的负面影响，二是速度慢了，发现问题的频率就低了，改进升级的速度自然也就慢了。埃隆·马斯克说，他的目标是1天要造1台猛禽发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他不停地发，同时还能更快地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迅速迭代。从新建原型机的发射频率上呢，我们确实是看到他就是这么做的。对了，新建为什么能造这么快呢？的确是有点让人害怕啊。我问了几个火箭制造的专家，他们也有点想不明白，也很好奇啊，也希望去学习啊。但显然这就是一个黑箱嘛，我们拆不开它，只能靠自己去推测、研究和实验了。毕竟人家比我们早了100年实现工业化，很多技术经验我们还在学习和积累当中。中学生自然很难看懂大学生的解题思路了，承认这点才能让我们学得更快。美国也是走过这个阶段的，他们造土星5号，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火箭时，也是纯手工的状态啊，所有环节都是人去趟出来的，所以就有了这个说法嘛。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先进的科技和工具，依然是无法将那台 F1 发动机给复刻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啊，掌握那些手艺的工人呢，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自动化还是手动化，并不意味着先进与否，只是在不同阶段的必然过程而已。我相信随着商业航空的发展呢，我们的火箭制造也会走向规模化、自动化的那一步的。我们只是需要耐心的去等着一个个奇迹被见证的时刻就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先来看一段火箭发射的画面，仔细点看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异样呢？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就请把你的发现打在弹幕上。这是一枚宇宙生5号运载火箭，这段画面中间至少暴露了2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火箭尾部喷出来的火焰是明显偏左的，另一个是这枚火箭除了星际以外还带有助推器，但是我们却只能在它的左侧找到1枚助推，另一侧呢则空空如也，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显就是一个不平衡的构造啊，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再来进一步看看，这是维基百科上介绍宇宙生5号的页面，在版本细分这一栏，咱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多种版本的，但大体上呢就分为2种啊，数字4开头的和数字5开头的，它代表的是整流罩的直径。4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4米，5就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5米。第2个数字从0到5都是可以找到的，它代表的呢就是助推器的数量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宇宙生5号火箭上面呢不仅可以带有奇怪的1枚助推，像是3枚、5枚这种罕见的奇数枚助推也是可以有的。相对来说2枚、4枚就正常多了，因为这样的助推数量呢，在我们自己的长征2357上面都经常见到，它们很容易做成对称布局，让我们从视觉上就能获得一种平衡感，相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不会倒掉了。当然3枚、5枚其实也是可以做到在火箭周围均匀分布的，只不过宇宙生5号好像就是喜欢反其道而行，它就非要跟对称、平衡、均匀抬杠。你看它的布局是什么样的？哪怕捆绑2枚助推，它也要歪一点；4枚也是这样，3枚、5枚就更别说了。总之，全都是不对称的。这是不是就很反常识了呀？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做到在发射的时候保持平衡的？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种不对称的助推布局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在坎巴拉太空计划里面模拟出来的挂着1枚助推器的宇宙生5号了。如果把它发射升空会怎么样呢？来看看啊。很明显嘛，由于一边有助推，另一边没有助推，这就相当于你抬桌子的时候只抬一边的推，它自然就会朝另一边倒过去嘛。因为力的方向并没有穿过重心，于是力臂就产生了，它带来了力矩，从而把火箭给掰弯掉了。但我就是只需要装1枚助推器就能完成任务，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啊，那就是改变助推器的用力方向嘛，使它对准重心，这样就不会有力臂产生，力矩也就消失了。宇宙生5号的重心大概在这个位置，比较靠下，所以只需要把助推稍微旋转一定的角度，就可以让它对准重心发力了，避免了不平衡的产生。当然，在真实的宇宙生5号上面呢，旋转的并不是助推器本身，而是助推器的喷口了。不管是 AJ-60A 还是 GM-63， 它们的喷口都向外倾斜了3度，而且斜着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宇宙生5号起飞时的路径和其头部的指向是不相同的。简单讲就是，虽然我直面前方，但是却在斜着走路。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因为斜着推的助推器必然会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出分力，这个水平分力就会把火箭朝旁边推了。在模拟视频里面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现象。另外，长时间曝光的发射架照片也可以清晰看出一条从一开始便是弧线的飞行轨迹出来了。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走位方式，考虑到它诞生之初就是1枚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为了迷惑对手吗？好吧。也许改变助推器喷射的方式呢，在一开始的确可以减少力矩的产生，但是随着燃料的消耗，火箭的中心位置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呀。但助推喷口的角度却是固定不动的，当它不再和重心方向对齐的时候，不是一样又让力矩产生了吗？怎么破呢？宇宙生5号的解决方法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转起来。它所安装的 RD-180 发动机的喷口是可以有最大8度的旋转角度的，这意味着火箭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调整主发动机的喷射方向，来抵消助推器产生的力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视频一开始的画面里面看到明显斜着喷的火焰的原因了，那是 RD-180 在对抗 AJ-60A 的力矩呀。这张照片呢也拍得非常明显。好了。其实不管是把助推器的喷口变斜，还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可调，都是在浪费了推力的情况下才抵消了力矩，而且还增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为什么就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避免掉呢？咱不要只用1枚助推嘛，至少2枚起步，而且呢，对称分布不就很简单了吗？是的换作是现在重新设计1枚新的火箭，洛克希德马丁一定也会这么安排的。但是这一枚火箭嘛，却是成型于1957年的。它在设计之初真的就只是1枚洲际弹道导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还要挂上助推器，把探测器给送到火星上的。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考虑到给你助推器留地方呢？所以你看在宇宙生火箭星级的周围首先是突出了一个巨大的输氧管，然后是一个装满了各种控制管线的大鼓包。这2样东西一摆，其他的东西都必须要为此让路嘛，不然的话，那你就重新设计1枚火箭呗。洛克希德马丁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解决不对称助推的问题，比重新设计1枚新的火箭在成本上来得更划算。所以宇宙生5号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要我说，这一开始设计火箭的工程师还真是不讲究完全就不考虑美观嘛。哪怕是只有输氧管和缆线罩这2个凸起来的东西，也是要尽量对称一点才好看嘛。要是起初这2样东西就摆对称了，在后来加助推的时候，不是也就能对称了吗？省了多少的事儿算了。这也不关咱什么事儿而且要是它一开始就对称了，那也没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好玩的东西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继续把好玩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哦。如果你觉得像 Elon Musk 那样把29台发动机绑在一根粗壮的火箭的屁股上太过夸张的话，那么把它们换成一个如何呢？用一个巨大无比的发动机带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喷口来将直径23米、高度150米、重量18000吨的火箭推上天空，如何连土星5号放在它边上呢，都是这副怂样一个喷口就能将整个第1级连同里面的5台 F1 引擎给吞掉了，是不是更加夸张呢？所以Elon Musk， 你的步子还是迈得小了一些不如你的前辈设计出了这枚怪物的美国工程师罗伯特·特鲁克斯了。这枚怪物呢，想必很多人不是已经很熟，就是略有耳闻了。
海龙。由于太过巨大，它只能在海上组装，沉到海里面发射，但是却拥有将整个国际空间站一次性发上天的能力，不管是重量还是尺寸都没有问题啊。不过嘛，展开起来可能就要稍微麻烦一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几个关于它的，可能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疑问了。第一点是为什么这个怪物会被设计出来呢？第二，埋在海里面发射到底是异想天开还是绝顶聪明啊？第三，既然都设计出来了，甚至还进行了大量的验证，为什么最终却放弃了呢？好，一个一个来。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很快人类就会在太空当中生活了。不管是移民外星，比如月球或者火星，还是待在太空，比如空间站或者是轨道城市。总之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带着成千上万吨物资离开大气层。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最重要？运力最重要，而且是越便宜的运力越重要。于是，火箭的设计方向就有了。罗伯特·特鲁克斯呢，正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他是一位美国海军上尉兼火箭工程师，当然也是美国火箭工程的先驱之一。他的团队呢，正是二战结束时德国火箭工程师们汇报的对象，其中就包括设计出了土星5号的冯·布劳恩了。比布劳恩更加激进虽然土星5号已经是大的有点不可思议了，但特鲁克斯认为它还不够大。因为他坚信一点火箭的成本之所以很高呢，并不在大，而是在复杂。那么怎么才能极限拉低成本呢？造非常非常大，但是却非常非常简单的火箭嘛，这就是海龙了。它的尺寸呢，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来说说它的简单吧。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是个带个喷嘴的高压罐而已。燃料和氧化剂不是靠涡轮泵喷进发动机里面的，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嘛，而是靠储存在罐子里面的高压氮气来推出去的。这种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方式呢，叫做挤压循环，我们以前专门讲过，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效果只是效率很低罢了。但效率低怕什么只要能够保证我成本够低，不就可以了吗？你看，结构简单，成本低吧；回收方便，成本低吧。对了，海龙人家还是设计来完全可回收的呢，1、2级都是可以回收的，而且回收起来还简单方便，直接调回到海里面就可以了吗？它不怕落水的时候被撞变形吗？不怕。首先，它确实是带了一个可以展开成伞状的结构，能够起到一定的减速作用。其次人家全身都是钢结构的，很皮实嘛。而且，这不又成本低了吗？你不要以为这种造火箭的路数是个死胡同实际上呢，它还由此诞生了一种叫做傻大粗助推器的火箭类型了。抱歉，我也不知道我教的对不对英文的原文是 Big Dumb Booster， 字面上呢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说的是一类设计简单、体积巨大、只考虑运行成本、不考虑运载效率的5大3粗的火箭了。其典型的代表呢，就是海龙了。当然也有其他的现代版本以后找机会咱们讲讲。关于效率低这个问题，它到底有多低呢？我来帮你对比一下就能感受到了。海龙和星舰都号称具有往近地轨道运550吨载荷的能力，但是前者的自重达到了18000吨，而后者呢是10000吨，意味着效率几乎翻倍好，第一点呢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儿，来讲第二点。埋在海里面发射。首先，这么大个家伙自然是无法在陆地上制造和发射的了。一是造出来也运不走，二是一个比土星5号第1级还要大的喷口放哪儿喷呢？都会先将发射台给喷化掉的，更不要说是巨大的噪音了。只能是在海里面发射嘛。于是怎么做呢？你看它的喷嘴下面呢是围了一圈水箱的，等到了发射场，只需要向里面灌满水，它就能够自然的立起来了。整个第1级全都是埋在水里面的。埋水里面能发射吗？当然可以因为火箭都是自带氧化剂的呀，不怕水里面没有空气嘛。而且早在2战期间呢，从水里面发射火箭的技术就已经有应用了，只是规模远小于海龙罢了。于是为了验证大如海龙这样的火箭能否照样在水下工作呢，美国人也是做了不少的测试其中就包括改造了一枚海军的海马火箭，先在水面上点燃后，再慢慢没入海里面，看看发动机的燃烧呢能不能保持稳定。实际上不仅稳定，还大大的减少了冲击波呢，反而是更好了。可见海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射平台它坚不可摧，因为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状嘛，它不需要什么支撑，水压就是最好的稳固器了。它还有效抑制了噪音，它还能让火箭的燃料就地取材，直接电解出氧和氢等等等等。只要龙王不生气，我们大可以继续这么玩下去嘛，把它发扬光大。好，第3点
它为什么只停留在了图纸上呢？看起来至少值得一试嘛。按照美国人什么都敢试的逻辑来说，很简单，没钱试了嘛。越战把美国拖入了泥潭。NASA 的预算呢一降再降，这种风险又大、收益又小的项目，自然是要被砍掉的了，而且还真砍对了。你看后来这几十年，人们预期中的太空生活展开了吗？完全就没有嘛。所以这种超大载荷的运力是做出来也是会浪费掉的呀。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把长征系列火箭摆成一排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有的火箭中间是镂空的，比如长征23，而有的则没有镂空，比如长征57，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实际上镂空的可不止长征23的各个型号啊，在长征14号上呢也是如此。再往远点看，俄罗斯的联盟号运载火箭的中间呢也是镂空的。它们镂空的地方全都在一个位置，那就是火箭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连接处了。之所以要镂空呢，是为了在第二级火箭发动机点火的时候把热气给排出去的。现代火箭绝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多级设计，除了捆绑上助推以外呢，自己的本体，也就是中间那根大圆柱，也可能会分成几段，每一段都有各自的燃料箱和发动机，为的就是一边飞一边减重，烧完一段扔掉一段，把最宝贵的运载重量留给火箭头上那个我们真正想要放上轨道的东西了。所以分离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了，但是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环节。这个乍听起来有点奇怪啊，分离不就是直接把上下两段分开而已吗？这有什么好难的呢？难就难在火箭上所使用的液体燃料上了。你看火箭的结构两个燃料箱在上面，不管里面装的是液氧液氢还是液氧煤油，或者是液氧甲烷，它们都是通过位于燃料箱底部的管路输入到下面的发动机里面的。所以就要求燃料始终紧贴着燃料箱的底部才行啊，否则就抽不到燃料了嘛。这在地面上并不是什么问题啊，光靠地心引力就可以做到了。在火箭最初上升的阶段呢，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加速度所产生的惯性也可以把燃料稳稳地压在底部。但是等到第一级和第二级需要分离的时候就有大问题了。在第一级关机时，火箭会短暂的失去动力，加速状态也就暂时终止了。此时，第二级燃料箱里面的燃料呢，就会在失去加速度的压制后开始群魔乱舞了起来。这里正好有一段猎鹰9号2级氧箱内部的画面可以看到，在发动机关机后的一瞬间里面的燃料就乱飞了起来，很有可能就会离开燃料箱底部的发动机输送口了。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启动发动机，将可能导致管路进气，从而引发故障。这个是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为了让燃料重新或者始终沉到底部，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热分离和冷分离。热分离指的是在第一级火箭还没有关机的时候，就开始让第二级火箭点火了。等到第二级火箭正常工作的时候，第一级的燃料也正好用光了。此时再启动脱离，通常用的是爆炸螺栓，把第一级给丢掉，顺便还可以用第二级火箭喷出的热气来把它推远一点，免得产生碰撞造成危险。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1、2级传递交接棒的时候呢，火箭始终没有失去加速度，燃料也就是始终沉底的，不用再担心2级发动机会有断气的风险了。但是你想它俩还没有分开，中间就开始烧起来了。如果是采用完全密封的箭身的话，燃气该往哪儿钻呢？所以就要给它开窗透气了。长征1、2、3、4和联盟号，除了长征3F 以外呢，窗开的都是相当彻底用的是这种管状框架来连接上下的。看得有点让人胆战心惊总是感觉有点撑不住的样子。不过我专门就此问过长征火箭的制造专家，他说这些框架的强度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长征5号的助推器就是只用了4个不过手臂粗细的连接螺栓来把数百吨的星级给顶起来的。好了，说过了结构简单这个优点以后呢，再来看看它的缺点是什么。第一，由于第二级喷火的时候，第一级还在下面，为了防止被烧坏呢，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隔热措施才行，这便增加了火箭的整体重量。第二呢，由于分离时第一级还有推力产生，如果其产生的加速度高过了2级推力所产生的加速度的话，将导致两级还是贴在一起，无法分离，最终偏离轨道，任务失败。而且早期火箭由于两级间的信号一旦分离就被切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意识到了第一级的加速度过大，也很难再去控制和处理了。这个就是热分离。那么冷分离呢？
顾名思义啊，就是先分离再点火。典型的代表有欧美的火箭和我们的长征5号与7号。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让乱飘起来的燃料顺利的沉底呢？通常它会用到装在两极之间的极尖段上面的小型推进器了。我们拿长征5号的分离时序图和土星5号的分离画面来举例说明。把它俩搭在一起有点奇怪啊，但其实它们的分离方式还的确是一样的。首先是1级发动机关机，此时加速度就消失了。如果我们在2级燃料箱里面装了摄像机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到燃料飘起来了。接着装在极尖段上面的小型推进器呢，点火工作开始提供正推力。由于此时火箭已经位于低重力环境了，所以只需要一点点的加速度呢，就能使燃料再次沉底了。然后第1级上面的爆炸螺栓起爆，同时打开反推火箭，将自己主动推开，与第2级还有极尖段实现分离。现在只剩极尖段连着第2级了。在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呢，从极尖段上面会弹出几根推杆，用反作用力来实现同第2级的分离，同时还可以避免在此过程中碰到裸露在外面的发动机等零件。长征5号的第2级氧箱和发动机都是悬挂在极尖段里面的，导致了极尖段的分离行程呢超过了7米，是很怕发生碰撞的。好了，最后一样东西脱离完成之后呢，就该是点燃2级发动机了。整个冷分离也就到此结束。可以看得出来啊，冷分离的过程和步骤相对于热分离复杂了很多，研发和制造难度也会高上很多。但是由于可控的步骤变多了，所以分离的精度自然是提升了，更不容易出现轨道偏移的失误了。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哪怕克服再多困难，也要在新一代的长征5号和7号上面用冷分离的原因了吧？好了，下次看火箭发射的时候呢，你应该又多了一点谈资了吧？想要了解更多不一样的知识吗？我是火箭叔，那就一定要关注我哦。